在漫天炮火中疯狂暴兵，乌克兰是怎么做到的？前段时间的乌克兰军械师日，或者叫国防工业日，泽连斯基搞了个大动作，向全世界展示了50多种新型武器系统，而且这些全都是乌克兰自己造的，全部在实战中经受过检验，其中甚至包含高超音速导弹以及乌克兰国产防空导弹。这件事的意义比大家想象的更大，它标志着在俄罗斯的狂轰滥炸下，乌克兰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国防技术大国，甚至是一个具有独立量产能力的军工强国。那么这50多款武器里都藏着什么好东西？乌克兰的高超音速导弹到底是不是噱头？这种边挨炸边造的模式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在这场震撼全球的发布会上，乌克兰一口气端出了56个系统，其中无人机占了大头，足足31种，涵盖了远程打击、FPV、轰炸、侦察和拦截。导弹系统有7个，电子战工具4个，地面机器人平台6个，防空炮塔和海军无人系统也安排上了，装甲车也有4辆。可以说，从海陆空到防空再到远程打击，乌克兰不仅没出现断层，反而还搞出了自己的体系。不过这武器有点多，没法挨个聊，我们就从海陆空、远程打击与防空这5个核心领域分别挑一款最具代表性的神器。在海军领域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萨尔干3000多用途无人作战系统。在黑海，乌克兰可以说是用无人艇把俄罗斯黑海舰队打成了黑海憋屈舰队。之前的海宝贝和马古拉维5大家都很熟了。新服役的萨尔干3000是乌克兰目前集成度最高的海军无人系统，它不仅跑得快、打得远，还能干侦察、布雷的活，抗电子干扰能力极强。乌克兰官方放话，他们的海军无人系统有效性高达90%，直接逼得俄罗斯黑海舰队在2025年后只能龟缩在偏远海港。乌克兰硬是靠几条小船夺回了黑海航道的控制权。顺带提一句，乌克兰军械师日是4月14日，正好是莫斯科号被海王星导弹击沉4周年。在这个日子展示新武器，简直是杀人诛心。在陆地领域，则是白蚁机器人一马当先。从乌军机器人夺取俄军阵地来看，陆战现在最核心的逻辑就是用无人装备把士兵从战壕里换下来。这款白蚁机器人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这3个月里，狂刷了22000多次任务，属于全能牛马，后勤送饭、运弹药、拉伤员，还能去布雷，甚至直接提供火力支援。泽连斯基说了，乌军现在已经能做到完全靠地面机器人与天上飞的无人机配合，直接冲垮并占领俄军阵地。这意味着无人作战已经不是辅助，它成了能独立扛大旗的战术力量。俄罗斯的战壕兵看到这种铁疙瘩冲过来，估计连投降都不知道往哪儿跪。空中领域的话，必须得提西芹远程打击自杀式无人机，这是乌克兰打击体系里最好用的一款，航程1400公里，主要目标就是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后勤中心和战略轰炸机基地，带40公斤的高爆弹头，打击精度在20米以内，核心竞争力就3个字：便宜准。靠着抗干扰卫星导航和终端视觉修正技术，专挑大型建筑的薄弱点钻。以前产量跟不上，现在去中心化的地下组装线建起来了，它已经成了消耗俄罗斯战争潜力的绝对主力。在远程打击领域，乌军的绝对主角就是火烈鸟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在2025年就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是乌军远程战略打击的基石，意义非常明确，那就是摆脱没有武器的红线限制，拥有独立把俄罗斯战略纵深炸翻的能力。30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乌军不仅可以打击莫斯科，就连乌拉尔山脉以东的某些目标也能摸到。它的最大起飞重量有6000公斤，战斗部载荷达到了1150公斤，精度能控制在14米以内。这个破坏力远超美军的战斧，一发下去，那些加固的能源枢纽和指挥中心直接就扑街了。在设计时，乌军就想着省钱，主打极简主义和消费比，机身大量使用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只有发动机舱用了金属来抗高温。为了疯狂暴兵，乌克兰直接舍弃了弹筒发射和折叠翼，改用2轴挂车轨道发射。虽然发射准备时间多了20-30分钟，但生产效率拉满，目前月产量已经几十枚了。未来的目标是每个月造210枚。火力军只能说，俄罗斯的炼油厂以后怕是买不到保险了。在防空领域，乌军也有新消息，这次曝光的有乌克兰国产防空导弹，大概率是珊瑚中程防空系统。乌克兰以前的防空全靠苏联的老底子和美国的爱国者，现在山毛榉和 S300的弹药快打光了，爱国者导弹又贵得让人心滴血，于是珊瑚来救场了。火力军觉得这个项目简直是战时资源整合的教科书。珊瑚之所以能这么快拿出来，是因为乌克兰鲁奇设计局根本没打算从零开始，他们玩的是乐高式组装，最大程度利用了成熟技术，发动机组件、雷达寻标器、惯性导航模块，全是用现成且测试过的成熟货，直接拿过来缝合。比如雷达寻标器用的是本土公司开发的 ONYX 主动雷达，末端机动方面用了机动控制一面，加上发动机喷管的矢量导流片，
灵活性拉满，能让它在末端进行大过载的高机理机动，专门对付高机动的巡航导弹，拦截范围在30到100公里，能打巡航导弹、战机，甚至还能拦一拦弹道导弹。它的出现直接解放美欧昂贵拦截弹，用最省钱的方式保护自家的发电厂和关键设施。这玩意儿原本是打算装在军舰上的，但现在黑海局势变了，于是直接改成了车载移动防空，主打一个打完就跑，15分钟内必须完成部署并撤离，防的就是俄罗斯的反辐射导弹与无人机盯梢。在国际军火市场上，这款导弹现在一路看涨。火力军给大家拿个数据对比，德国的 IRIS-T SLM 射程40公里，单发导弹40-50万欧元；美国的爱国者 PAC-3 拦截弹道导弹是神，单一发要400万美元；挪威的 NASAMS 拦截巡航导弹很强，单发要100到200万美元；而乌克兰的珊瑚射程100公里，虽然成本没完全公开，但估计单发也就50到80万美元。而且与其他武器相比，珊瑚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迭代速度。美欧导弹是在实验室里做模拟，珊瑚是每天在天上跟俄罗斯导弹真刀真枪的干，算法几乎每周都在更新，用它来拦截那些便宜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性价比爆表。现在中东的沙特、卡塔尔还有东南亚那帮土豪眼睛都看直了，都把它当成了美国系统之外的最佳平替。除了上面这5大神器，这次发布会还有更炸裂的消息。乌克兰议会情报委员会的维尼斯拉夫斯基宣布，乌克兰已经拥有了高超音速导弹，而且已经实战用了2次。火力军很好奇，乌克兰怎么突然就手搓高超音速了？准确来说，乌克兰所说的高超音速导弹，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这玩意儿大概率是乌克兰雪藏已久的有损，或者叫雷明2战术弹道导弹的最终量产版。说是高超音速，但是从技术分类上看，它本质上是一款短程战术弹道导弹。弹道导弹在重返大气层向下俯冲的时候，速度自然而然就会超过5马赫。在物理特征上，这确实符合高超音速的标准。但它跟那种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比如暗鹰、锆石之类的，还是不一样的。它更像是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M。这款武器最核心的卖点就是飞行轨迹，它发射出去之后，不是像扔石头那样走个死板的抛物线，而是能在天上进行大幅度的变轨机动。俄罗斯的 S-400雷达算不出它下一步往哪儿飞，拦截失败率直线上升。导弹射程300到500公里，最高速度5.2马赫，带个480到500公斤的高能炸药或者集束弹头。精度靠先进惯性加卫星辅助，而且乌克兰还拿它进行了2次实战间测试，一次达到了100公里的高度，另一次直接飙到了204公里的近地空间，测试稀薄大气层的机动性。500公里的射程意味着克里米亚大桥、塞瓦斯托波尔军港，还有俄罗斯前线后方几百公里的核心弹药库、兵力集结地，全都是打击目标。俄罗斯的后方恐怕又要挨揍了。而且有消息说，乌克兰还在测试用 IL-76运输机在天上发射。这样一能增加射程，二能隐藏发射位置。俄罗斯的预警机估计雷达屏幕都要看碎了。讲到这里，肯定有人要问：乌克兰正处于战争，这些压箱底的好东西为什么不藏着掖着偷偷用，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大张旗鼓的拿出来？在俄罗斯的不断袭击下，这些武器又是怎么造出来的？先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乌军要亮出来？火力军要说的，泽连斯基这步操作没有一点问题。首先第一点，塑造长期安全伙伴的形象。乌克兰受够了当被援助者，虽然欧洲在大力支持乌克兰，但要武器多少有点丢面。现在泽连斯基直接摊牌了，乌克兰不会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把家底贱卖，我们要建立互利的安全伙伴关系。展示这50多款武器，就是在告诉全世界潜在的买家，我们手里的货是正儿八经暴走俄罗斯的顶尖实战技术。海湾国家和北欧早就对乌克兰的防空和无人机流口水了，泽连斯基只是在为战后的乌克兰提前铺设一条军工出口的经济命脉。第二点，向盟友证明自己的能力。现在美国那边的武器支持经常出现波动，欧洲那边也在搞军工复苏，乌克兰必须向捐助国证明我自己有造血能力。与其花大价钱从欧洲费劲巴拉的运旧武器过来，不如你们直接掏钱投资乌克兰本土的工厂。这就是现在最火的丹麦模式。德国、瑞典、荷兰已经跟进了，直接给钱让乌克兰人自己造，比送武器更快、更便宜，也更符合前线需求。第三点，强化非对称震慑与战略自主。泽连斯基在讲话里透露了一个数据，目前乌军前线有 50% 的武器是国产的，在长城攻击领域更有 95% 的任务是国产武器包揽的。很明显，这是在警告俄罗斯，不让我用 ATACMS 和风暴阴影打俄罗斯本土。没关系，我用自己的火烈鸟和高超音速导弹，照样能把莫斯科炸上天。这种不用看别人眼色的战略自主能力，才是乌克兰最大的底气。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和平谈判中，泽连斯基就能以此为筹码跟俄罗斯谈条件。至于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乌克兰正处于战争，国土接连遇袭，基础设施3天2头停电，却能研究50多款高科技武器，这是怎么办到的？
光靠意志力肯定做不出来。就火力军看来，原因就是乌军改变了军工体制和模式。最核心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丹麦模式。以前美欧是给鱼，现在是出钱，让乌克兰人自己造鱼。丹麦这些国家不翻老库存了，直接拨款给乌克兰国防部，让国防部给本土私营和国营企业下订单。2024年这个模式才买了6亿欧元的货，到了2025年直接暴增到60亿美元。欧洲厂商排单慢，物流厂的问题全解决了。乌克兰工厂拿着前线数据，几周就能搞出新武器，直接拉上前线。而且这笔钱留在了乌克兰国内，稳住了就业，创造了税收，国家机器就这样运转起来。还有就是产业结构的变革，以前的乌克兰也是那种僵化的苏式国营军工厂，武器集中制造，还要走各种流程。面对俄罗斯的导弹，那些大厂房经常被炸。既然大厂房不行，那就多开点小厂房，全面放开私营企业转入。打仗前无人机企业不到10家，到了2026年直接井喷到450多家。各种电子战系统、AI 算法全是民间初创团队搞出来的。为了防轰炸，他们搞起了去中心化生产，把生产线拆成零件，散布在成百上千个地下室、防空洞和普通民房里。俄罗斯的导弹再准，你总不能拿一发几百万的伊斯坎德尔去炸一个制造无人机外壳的地下室吧？这种蜂群一样的生产网络，让俄罗斯根本没法从物理上瘫痪乌克兰的产能。最后则是 IT 人才的红利。战前乌克兰可是东欧的 IT 外包大国，现在这帮程序员全跑去搞军工了。政府搞了个 Brave 1平台，把审批流程从几年缩短到几周。面对俄罗斯电子战干扰， IT 大佬们直接给无人机塞进去 AI 目标识别与视觉测距技术， GPS 信号被掐了没关系，无人机靠看照样能精准俯冲撞击目标。而且乌克兰的工程师还学了一招，搞出了法兰肯防空计划，也就是魔改拼接，把老旧的苏联发射车强行接入欧洲的先进雷达和空对空导弹，看上去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这种操作不仅迅速补上了防空漏洞，还让乌克兰彻底掌握了整合北约标准的核心技术。总的来说，看完这2026年乌克兰国防工业日的阵仗，火力军只能感叹一句：战争永远是军事科技最大的催化剂。乌克兰用丹麦模式搞定钱，用私营集群搞定创新，用 IT 技术把老破小变成高精尖，硬是在战场上建立起了一套军工体系。从能飞3000公里的火烈鸟，到能在大气层边缘骗鬼的弹道导弹，再到珊瑚防空。俄罗斯本想把乌克兰打造成非军事化，结果一不小心给欧洲打造出来了一个未来的军工巨头。给乌克兰机会，他们是真的能把握得住。以后在黑海和东欧这片地界，谁是锤子，谁是铁砧，恐怕还真不一定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这些新武器能不能改变战局？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